美军成功抓捕马杜罗，震惊了世界。但是我们发现委内瑞拉人民和美国人民在3个方面误解川普了。这哪行啊？这川普一着急根本就没过夜，就把这实话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我们今天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抓捕行动，他们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？一开始这委内瑞拉民众特别高兴都开始放气球了。既有国内的民众，也有邻国的，还有美国的。因为什么呀？查韦斯和他的后辈马杜罗时代结束了。我们感觉至少他们有一件事误解川普了，那就是推翻了马杜罗独裁统治是否会进入民选时刻。事实上不是，川普今天直接揭晓了答案，他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来托管委内瑞拉。你看他亲自担任组长，我都怀疑这是给中国的习近平学的，他还想玩一回这个小组长治国。那组员就包括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，还有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。军人要唱主角，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卢部长卢比奥，他毕竟现在还兼着这国安顾问和国务卿呢。实际上在他们之外还有一支力量，那就是石油开采集团。这就是第一个答案，自由的时刻不会马上来。另外在2024年委内瑞拉举行过选举，当时的胜选者呢叫冈萨雷斯，就是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马查多推出的代理人。那位总统现在他不在这国内，在西班牙流亡呢。他本来打算回来就任总统呢，因为民众选择了我。但是川普明确讲，我们看上那个副总统了，现在他已经宣誓就任总统，经过卢部长和他的沟通勾兑，他呢接下来会配合美国的石油大业。我想川普是这么考虑的，与其这些自由派你上台，那你能否命令现在的官僚系统？第二，军队你能不能指挥得动？会不会陷入内乱？他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办法，至少说现在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呢，基本上不换，马上咱就开始为我们美国搞油。但是美国民众明显感觉到被涮了。为什么呢？本身我们去年都已经选了我们的民选总统了，你拨了下去一个，或者说你抓捕了一个独裁者，你怎么把独裁者的副手，甚至是这个小独裁者又扶正了呢？虽然说接下来过渡期一过你就会进行所谓的选举，但这个选举是不是现任副总统来主导的？那你说他还能公正吗？这不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吗？真正的民选时刻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够到来。那第二大误解就是美国对外宣布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，而是一次跨境的拘留。这拘留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。除了军队上，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都出人了，以证明这次是一次抓捕。那问题是，你是以贩毒的罪名抓捕马杜罗夫妇的，但你接下来不是要打击他的毒品网络呀？谁贩毒我抓谁，我把你的设备抓捕你的骨干，然后把你的贩毒的设备工具给你摧毁，不是。那民众第二大误解就是根本不是为了毒品，而是为了石油。川普心直口快，他直接就讲，我们接下来要让
那个埃克森美孚这样的企业重返委内瑞拉采油，人家就是为石油来的，谁能帮他采这个石油，他就扶谁上台。他不管你原来反不反美，是否是合法选上去的政府，这不就等于是非常功利的交易主义吗？第三大误解是美国民众，他们满心欢喜的以为这委内瑞拉本身就是美国的后院，石油储量全球前5，这样一来，埃克森美孚采了石油运到美国来，那咱们的油价没准就能优惠到20%到30%，他们还想着得实惠呢。而事实上，无论是埃克森美孚还是川普已经开始给美国民众打预防针了。他们说，委内瑞拉的设备老旧，要进行重新的翻修，这投资至少$30亿到$50亿。这潜台词就是油我们肯定能采，但是我投资这么大，怎么可能特便宜卖给你呢？至少一开始和美国现有的油价差异不大。可以这样讲，美国消费者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便宜油上市。但是我们客观的说，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企业确实找到了一个低价进油的一个渠道，那人家多赚钱这是板上钉钉的。在这儿我们插一下那既然说应该尊重委内瑞拉的民意，这个油井是人家委内瑞拉的国有的，不是美国的，应该是让委内瑞拉的人招标，英国标准什么荷兰壳牌大家都来竞争嘛，凭什么你就指定了埃克森美孚这种美资企业？咱退一万步讲，就说美资企业去，你长期的捐款大户、大金主，长期拥护共和党的埃克森美孚，这么多石油公司呢，还有康菲呢，还有那个标准呢，还有其他公司的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去？我感觉这个就像一笔大型的交易。2026年是中期选举的时候，花钱那你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不得意思意思？你看，这不又是一笔交易吗？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对中国有啥影响。最简单的影响，本身委内瑞拉长期欠中国呢是$600多亿，这个是贷款，它有抵押物，抵押物就是那些石油。据说现在还的呢还剩下$160亿没还上呢。但问题是，这160多亿换老板了，亲美的，他还认不认账？我们分析他账是认，但是不一定马上还了，也不可能那么低的石油再去顶账，他很可能会采取一次重新查账的活动。马杜罗当初给你签的字并没有经过国会批准这就是一个理由吧。第二个理由是，当初你的条件太苛刻，你是不是收买了马杜罗了？咱们重新签吧，也许就会把这160亿砍成了100亿，然后再慢慢还还是以石油，没别的，就剩石油了。但还是那么便宜吗？这儿就是一个未知数了。另外，我们抛开这件事本身，川普如果因为这次成功的抓捕尝到甜头，我倒希望他呢胆子更大一些，步子迈得更广一些。你下一步把那个伊朗的哈梅内伊给他抓了，那我就佩服你，牛，是真敢干。还有朝鲜的金三炮呢，我看他昨天宣布又向东海试射了一枚战略弹道导弹，那是能够直接威胁的驻韩美军的。还有呢，还有你的小邻居古巴呀，他不是一直要反美吗？你干脆顺手也把他的领导人给他抓了。国继委内瑞拉以后，伊朗、朝鲜、古巴的独裁者都被老川给收拾了，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吧，
只要是把他们拉下马，我相信啊，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非老川莫属了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我另外的频道大卫军情局今天讲到，本次成功的军事突袭啊，有一位幕后的功臣，他还是一位俄罗斯的上校。他做了什么贡献呢？如果您感兴趣，请关注大卫军情局，并且打开您的小铃铛，我每次更新，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。咱们明天见。